欢迎来到上海，这个中国最抓马的城市。长乐路老洋房2层阳台上晒太阳的林太太，陆家嘴摩天大楼霓虹闪烁中走出来的索菲亚，弄堂口买豆浆米饭饼的老爷叔，和骑着摩托车走街串巷的外卖小哥。这就是上海，交织着各路风土，各种人群，又充斥着矛盾的和谐和融洽的冲突。凌晨2点，大上海依旧人声鼎沸的地方，除了3000块跳个够的卡座，还有30块吃个饱的铁板烧。这2份是什么是吧？对。中辣了，中辣，有点辣哦。有爱吃微辣的，就有吃得了重辣。跟老板说微辣。老板抖了一下。微辣我是能接受的，微辣就行。啊，就是比微辣还少一点。不想那个难吃，重辣太辣了，受不了。微辣能承受，还可以。就跟以前学校门口那种街边摊那个味道是一样的，挺好的。点的是中辣，味道还可以，有点辣。有些人宁愿排队3个小时，也得满足心愿吃上一口。他们基本上没有外卖，在那排队买那个堂食的1个小时了，3个小时，1个半小时。今天就特意过来，一定要吃到。半夜4点都有，5点都有。3次是排队的，还有一次是凌晨4点钟过来。也有些人觉得可以延时满足，只要不排队。排到久的时候我就没来吃过，因为人太多了，排到那边去了。如果是从我个人的角度而言的话，是有点讨厌。我排很久吃不上了就很烦。我最讨厌排队了，因为你看到我是凌晨才来的，就是因为我看到今天人少，所以我才来。我不会说是排2-3个小时的队去看一家什么网红店啊，不可能的。没开门之前就开始排队了。浙江沪好多，最远的地方是从四川了、北京了，还有沈阳那边的，就突然就排队了，我也搞不懂。回头客特别多，他们都是有的说我来了好几次了，你也不认识我呀，我不认识。我说你要做中午从来不看人。不管你从哪儿来，也不管你怎么来，不论老板认不认得你，都能在这儿吃到同一份充满锅气的深夜料理。还有些人呢，有的人呢着急，他吃不到，他就找黄牛摊，跑腿费有200的、300都有。顾客嘛跟我讲，我才知道，他们说你最好想办法，你光这样了，我们后边也吃不到。他们说，要不然你先给我1份2份好了，就照他们讲的，我先给我1份2份的。两人开豪车的，一听都吃这个的，很怪，很奇怪的。像那个女的也是的，蛮高调的，开个那个白色的奔驰往那城那边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嘛，在那边汉阳那边，我这拍，我不干啥的，我还没问。我出去5小时过以后，你还这个，你生意还这样，你一天晚上都够我1个月挣着了。兴奋的时刻想跟老板聊天，但老板压根儿不搭理。当时他们又拿来那个相机啦，又是搁这拍的，我没理他。他们有的时候叫我说几句话，我不讲话的，我没有话讲，我在忙活。店就这么大，老板就一双手，上下翻转，左右开工，天天夜这样守着小店儿，守着铁板。为了节省时间，居然也开始在网上买菜，菜都买翻倍了，菜最起码得买个2-3倍吧。我之前都是上菜市场，我老婆去采货，现在都是从那个网上采购。有的也点多，点了好多。上次呀，这光菜买了2-3包，都了40-50斤放了店，用了几天都坏掉了。以前就是担心这个网上买的不靠谱嘛，现在看到别人买嘛，我看蛮好的，哎呀，蛮方便的，送到门口又有保障，质量不好的话也可以给讲一下，他给退货。那差不多就要少多少个鸡蛋呀？少20几个鸡蛋吧。少20几个鸡蛋。哦，那这个就得马上联系他。对呀，我得联系他。少太多了。网上买的鸡蛋让人失望，那些网上推荐餐厅的网红呢？因为有网红，所以说有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地方，因为他们然后让我们知道了。因为有些网红是怎么说比较正能量啊，容易让人踩雷，就主要只是为了盈利目的去，有点像欺骗嘛，可以算。有些太官方了，可能就跟拍一下，就觉得好像是摆拍。这些网络平台
反而把这些小店带起来了。只能说抖音让我开阔了挺多眼界的吧。就是抱着期望值很高的心态去，但是实际上可能差异会比较大一点。知道了最好就要来一次。对于他们店家而言的话，我觉得对他们店是挺好的，还可以多赚钱的。我想这个网红嘛，最多红了一时，红不了一世吧。作为一家没有明码标价的店，老板有他自己的想法。这个都是做生意的嘛，你要是贴低了吧，人家会讲的，没涨价，一般的都是那个以前的价格。我以前是在那个马路上摆摊的时候嘛，是那个店里学的学生，他说光吃菜吃不饱，能搞点主食进去，也是的嘛。他说你搞点面啦、饭啦在一起，吃吃又管饱，一当菜吃多好。我说行，也可以的。这现在生意那么好，明年你可以想到就是讲再招点人，或者是扩大一下店面，或者开分店。只是做一天看一天，哎，我是干不动了，年龄大了干不动了，我不想让我自己累这么狠了，我想尽量的能身体能舒服一点，太累了。那你这忙到这都没吃饭的吗？到现在才吃饭？都是6点多才能吃饭的。平时2点多就结束了，好像站了4、5点钟吧。年生意也好了嘛，你过年回去的话，还得养起闲下去，多给他们一点。本来挣钱都给他们的。你对2022年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愿望呢？我希望呢和2021年一样。我就直接过去了，我不用跟镜头有互动。今后互动，你要么就在这走过去的时候整理一下，或者你在那边向那边打招呼。小小的一个店儿，藏在这个大都市光亮的身后，角落里升腾起的烟火，成了黑暗里最温暖的一道光，抚慰了我们饥肠辘辘的心。注意身体啊！这才算是一份能吊起你胃口的黑暗料理。